Every day, major events occur, and media outlets report on them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he 60O World Today team aims to provide viewers with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se events. W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ously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our information product. We welcome you to join us and stay informed. 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近日6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近日6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萨默斯警告说，随着其他大国联合起来，美国正在变得孤独。彭博社，哈佛大学教授、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表示，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失去全球影响力。萨默斯将此归因于日益增长的分裂感，并且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可能并不被视为好事。他接着说，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我们对民主的承诺，我们对俄罗斯侵略的抵抗，萨默斯继续说道。但在历史的右边看起来有点孤独，因为那些看起来不太站在历史右边的人越来越多地在一系列结构中团结起来。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越来越希望增加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世界第12大经济体巴西和中国希望改变世界治理，这令人担忧。中国和巴西通过科技、环境协定就乌克兰达成协定，重新建立关系。路透社，巴西和中国在最近的外交访问中达成了促进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投资与合作的协定。巴西总统和中国官员在北京签署了协定，同意深化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根据一份联合声明，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对话和谈判是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唯一可行途径。官员们表示，中国和巴西将成立一个工作组，寻求半导体领域的合作，加强与北京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关系。尽管近年来美国政府不鼓励使用第5代行动装置，尽管如此，巴西还是有兴趣在这些领域吸引中国投资。没有人会禁止巴西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巴西总统说。卢拉说，巴西和中国可以共同改变世界治理。彭博社，巴西总统卢拉曾表示，他希望改善巴西与中国的关系，以重新定位全球政治秩序，并可能推动中国对抗美国数十年在世界事务中的卓越地位的计划。我们在与中国关系中的利益不仅仅是商业，我们有政治利益，我们有兴趣建立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赋予联合国更多的代表权来改变世界治理。他正在推动中国支援巴西赢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愿望，并热衷于创造一种替代货币来取代外贸交易中的美元，并改变全球治理结构。这一切都非常雄心勃勃，但国际关系专家更感兴趣的是，这将如何影响巴西与美国的现有外交关系。美国是巴西第2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和最亲密的邻国。卢拉于2月份前往白宫，但鉴于这一最新声明，预计美国将从现在开始更密切地关注事态发展。中国特使称，菲律宾通过美国基地协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路透社，菲律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希连指责，菲律宾政府通过向美国提供扩大进入该国的军事基地通道来煽风点火。大使指责，美国的目标是干涉中国与台湾的事务。菲律宾最近确定了华盛顿可以根据增强的国防合作协定 EDCA 使用的另外4个基地，其中3个朝北朝向台湾，一个位于南海南沙群岛争议地区附近。黄说，美国打算利用新的 EDCA 网站干涉台湾海峡局势，以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标，以牺牲菲律宾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为代价。马尼拉尚未回应希连的声明，但美国驻该国大使馆指出 EDCA 与任何其他第3国无关。卢拉访问北京，标志着中国关系更加紧密。华盛顿邮报，巴西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率领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改善关系。卢拉赞扬了最近使2个经济体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措施，包括一项允许以各自货币进行交易的协定。
此举在蓬勃发展的双边贸易中避开了美元，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00亿美元。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可能会使人民币对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这些国家希望将自己与美元波动隔离开来。中国不仅是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去年中国与拉美的双向贸易额增长到4860亿美元，是2000年的40多倍。在北京，卢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并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包括延长正在进行的卫星专案和动物产品的海关检查。双方还同意扩大各自货币的贸易。这次会议之前，其他世界领导人最近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包括法国、西班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领导人，以及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亲密盟友。习近平上个月底在莫斯科会见了他。分析人士说，这些访问表明中国作为外交权力掮客的作用越来越大，提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建议，并调解了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和解。正如我们所报道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专案和贸易倡议，通过非洲、亚洲和欧洲的战略港口，将中国与70多个国家联系起来。这些倡议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商机和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尽管有人指责中国正在寻求该倡议背后的战略地缘政治利益。美国认为中国谈判的大门敞开，引用对缅甸的担忧。彭博社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尽管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但美国仍在寻求与中国在包括气候变化和缅甸事件在内的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国务院参赞德里克·乔莱特 Derek Chollet 表示，官员们愿意与中国接触，尽管两国在缅甸的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中国尚未表现出与美国讨论缅甸问题的意愿。Chollet 的言论是在缅甸军队在最近的一次空袭中造成数十人伤亡的报道中发表的。美国正在考虑对该国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实施制裁。乔莱特正在访问新加坡，讨论印太地区的合作与和平，并将前往韩国，以巩固美国作为东南亚安全伙伴的地位。预计中国也将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也是如此。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3w.6度.world。